高端的美食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拍摄方法。今天继续给大家解说日本1980年拍摄的中国之食文化。自古以来，吃对于中国人来说，不仅仅是为了果腹充饥，更是一种艺术和文化。孔子说过，歌不振不食。在中国的饮食制作中，刀工是最基本的技术。像外国人是一桌刀做一道菜，不同的食材用不同的刀，而中国人是一把刀做一桌菜，无论是切丝割肉还是片块剁末，都是一把方块菜刀。这正是一刀在手，啥样都有。除了精湛的刀工外，更加考验厨师的是烹饪技法。在著名的北京饭店里，厨师正在制作鱼香肉丝。他先将蔬菜、莴笋、猪肉、泡椒等食材依次切好，再加入酱油、酒、醋等调味料。猪肉则用酒、盐巴、胡椒、蛋液、水淀粉拌匀。这时灶上的热锅要过一下油倒掉，以防止粘锅。接着加入香气十足的花生油，开始炒肉。和菜刀一样，中国几乎所有的美食都是在一口锅中完成。还有这铁勺也是万能的厨房工具，既能调酱汁装调料，也能翻炒菜肴。待猪肉变色后，加入豆瓣酱、酱油、酒、醋、油，继续快炒。最后加上蔬菜等配料，就完成了鱼香肉丝的制作。而油锅则用草杆子就着水轻轻一刷，便可以去尽油污。接下来制作的这道菜是爆炒虾腰。镜头中的厨师首先将猪腰子片成两半，去掉中间的白色筋膜，这样炒出来就不会有腥味。然后为了爆炒时更容易受热和入味，要斜刀交错片花。接着将虾切成两半，去掉外皮和虾肠，只留下虾仁。经过清洗后，用盐巴、胡椒、酒、蛋白淀粉拌匀调味。猪腰子也用盐巴、胡椒、酒、水淀粉、梨粉拌匀。另外再在香菜根和木耳中加入葱花、盐巴、胡椒、砂糖、酒、醋、水淀粉，汤头拌匀。这些细致的预先处理是快速完成爆炒的秘诀之一。比起快炒鱼香肉丝，这次需要更多的油。炒制时猪腰子需要比虾更高的油温，所以快速过油后要捞出来。接着加入大量的油和虾仁一起爆炒，同时加入调制好的配料，整个炒制过程要一气呵成。这道爆炒虾腰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人对火候的精妙运用。接下来制作的这道菜肴是清蒸桂鱼。首先将清洗处理好的桂鱼轻轻过一下水，再用刀细心地刮掉鱼表面的皮屑，以让鱼肉更加容易入味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鱼并没有开肚。据说在宰杀清洗时，内脏是用筷子从嘴里卷着掏出来。接下来用胡椒、盐巴、白砂糖、酒均匀地磨满鱼身，再交替有序地放上火腿、竹笋以及香菇和虾干。放好姜葱后，淋上鸡油，再盖上猪网油，封锁住鱼的鲜味。用竹制的蒸笼蒸制25分钟后，这道鲜美可口的清蒸桂鱼就完成了。正如清朝著名的美食家袁牧在书中写道：“味要浓厚而不油腻，清鲜而不可淡薄。”这句话可以说是中国美食的精髓之一。看完蒸，我们再来看看烧。所谓烧，不是用火烤，而是煮。画面中正在制作的是红烧海参牛头肉。首先把发制好的海参切好后放入锅中汆水，然后在油锅里加入白砂糖，待完全融化为焦糖后，将海参和牛头肉的煮汁倒入锅中混合在一起。这时加入奶汤、胡萝卜、莴笋头等蔬菜，煮汁入味后捞出锅来，接着加入些许酱油煮制海参。起锅后淋上芡汁和煮制好的蔬菜。这道红烧海参牛头肉有着丰富的营养价值，还能降血压、防衰老。记得中国有句老话叫医食同源，药食合一，意思就是食物也是药，对强身健体、预防疾病都有着明显的作用。所以像人参、枸杞、莲子、虫草、百合这些药材都会作为配料和普通食物一起进行烹饪。画面中正在制作的这道菜肴是桂圆炖鸡。首先在汆水后的鸡里加入桂圆、葱段、姜片，再用盐巴、胡椒、酒进行调味。接着加入清汤，放到炉子上小火慢炖。为了不让蒸汽外泄，要用布巾包裹固定好锅底周围。这道桂圆炖鸡营养丰富，加之按照中医的说法，桂圆可以补血，所以很受产后女性的欢迎。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干货的发制方法。首先将干海参清洗后放入热水中浸泡，冷却后再重新放入热水中。这个过程要重复多次，直至发制完成。
这是发制1天后的海参，肉已经膨胀起来，变得更加柔软。处理时要把腹部切开，将里面的肠子、沙等清理干净，然后放入热水，再耐心地浸泡2天，这样才能完成干海参的全部发制。由于海参本身并没有味道，所以需要美味的高汤来进行烹饪入味。现在画面中的厨师将切好的猪肉和鸡肉放入锅中，用大火熬制，水滚后要细心地撇去浮沫，再把肉捞出来，清洗掉吸附在表面的浮沫，接着放入锅中，用小火慢煮，并放入姜葱去除肉腥味。另外一边，用刀将切好的鸡胸肉剁成末，并加入水和姜葱，接着回到刚才熬制的汤中，将肉捞出来，用盐和酒进行调味，然后加入拌好水的鸡肉末。随着熬制，浮沫和碎屑会随着鸡肉末凝固，从让汤吸收肉香味的同时，也变得更加澄清。在燕窝、鱼翅这些高档菜肴的烹饪中，高汤都是必不可少的配料。接着，让我们随着镜头来到上海的功德林素食馆。现在制作的这道菜肴叫母子相会。首先在土豆泥中加入调好味的香菇、胡萝卜、竹笋、青豆，再揉捏成鸡身的模样，用腐皮包裹好。接着用同样的方法制作好鸡脖子，连接好，再把死不瞑目的鸡头安装上，两边的翅膀则用牙签进行固定，这样一只栩栩如生的土豆鸡就捏好了。烹饪时为了保持整体的形状，要一边用漏勺端着，一边给不容易受热的头部淋上油，经过低温油炸后起锅淋上芡汁。但这道菜既然叫母子相会，自然就少不了鸡蛋，所以餐盘周围可以看到许多用蔬菜和淀粉制作的鸡蛋。抛开烹饪技术不谈，吃这道菜的人可见心不诚，因为它的外形体现了对肉食的渴望，哪怕本质是土豆泥，那也是佛祖穿肠过，酒肉心中留。那么至此，该纪录片一共5集已全部解说完。如果没有看过前面4集的朋友，可以点开我的主页后查找观看。同时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和喜爱。